好的，各位同学，在之前的课程里边，我们已经实现了4个还不错的关卡效果啊。第4个关卡有一个东西我们漏掉了，我们需要水果的效果，是不是？那就给它添加上水果，一个水果2、3、4、5，1、2、3、4、5、6，可以把所有的水果都放在统一的一个根节点下，就叫做 fonts。OK， 那这样呢，我们4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关卡就实现完了。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实现一个关卡切换的效果。那么这个关卡切换的界面里边会显示当前我们总共有的4个关卡的缩略图。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实现呢？当前可以把这4个关卡的场景关闭了，我们暂时不需要了。之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 UI 场景，创建它，这个 UI 场景就叫做 Select Level Form。那么这个里面默认的根节点依然是一个 Control 类型的，它整体的结构可以是这样左上角有一个返回的按钮，整体是4个关卡排列。排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Grid 容器网格容器，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这么来实现一个最基础的边框容器这个边框容器当然是全屏的了，根节点也是全屏的，这个边框容器也是全屏的。这个边框容器下，我们可以用一个 VBox 容器。VBox 容器呢分成2部分，用2个边框容器来约束它。当然了，大家在 UI 设计上不需要完全跟我一致。我所实现的方式呢，也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实现方式的参考吧。这个位置加一个 button， 这个 button让它居于水平对齐呢，居于左对齐，它叫做返回，给它一个图标。这个图标可以选择，我还真有点忘记了这个图标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叫 bank 吧。对，这个图标，它的背景我们可以给它隐藏起来。给这个文字加一个描边的效果，再加一个描边的尺寸。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它的 icon， 那上面的是如果我给它取消掉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主题里边也是可以修改这个值的两者之间貌似也没有什么区别不管它。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整个屏幕都是用来显示我们当前的关卡的。如果未来我们关卡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上下滑动的效果，因此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滚动条容器。这个滚动条容器，记住它在水平方向上我们禁用滚动，然后在垂直方向上我们可以让它从来也不显示，或者是一直都显示我不太喜欢它的这个样式，我们也不打算修改它，所以我们就 never show 从来都不显示。之后呢，在它下面可以给它一个在 Grid 容器外面再套一个边框容器也是可以的。在上面可以给它一个 Grid 容器，边框容器让它占满全屏。下面的 Grid 容器也是一样的。那么 Grid 容器里边，默认的我们可以让它一行有3个元素，单一一个元素我们可以创建一下，这个元素就叫做 Level， 单个的关卡的效果这里呢，我如果想要这个关卡的缩略图的效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子示口的效果因此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子示口容器，但是它有一个叹号提示我们说这个节点需要一个子示口节点作为子节点，因此我们添加一个子示口节点。我们整个的这个游戏界面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示口，是一个 viewport 那么里边的子示口就是一个小窗，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希望这个子示口它显示的是当前的关卡的缩略图的效果，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关卡的缩略图的效果。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关卡拿过来作为它的子节点那么以关卡1为例，添加到它下面之后呢，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缩放，给它一个尺寸的设置，让它是一个54:32我们这一个正常的关卡的大小应该是跟我们的窗口是一致的5763224。别忘了勾选它的一个缩略的效果，它的更新模式我们希望它一直都更新，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改成 always。这个54×32有点太小了，因此我们可以放大1倍给它。这样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场景，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场景保存在 UI 文件夹下。之后呢，我们复制几个看一下效果。
这儿呢有了4个关卡，那么这4个关卡 OK， 现在看起来还可以，但是呢，我希望它居中显示，好吧？那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让它居中显示。如果我未来有更多的关卡的话，那么它会这样啊往下显示啊，玩家可以自动的向上下的拖放。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只有4个关卡，而且呢，我们现在是直接把这个 level 01拖成了它的子节点，这个子市口的子节点。这里啊，我们可以改一下，怎么个改法呢？给它一个脚本，这个脚本依然可以使用一个 true 注解，把它声明成是一个在编辑器里面就能看到效果的脚本。之后呢，我们有几个地方需要我们自己的设置，除了一个关卡以外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关卡的编号，因此这里呢，边框容器下给一个纹理，在这个里边有 button levels 01啊，是01拖过来。这个01啊，我们希望它是左下角的，给一个边框吧，一个边框，距离右侧有10个像素，然后距离下面有10个像素，10个有点太多了，5个吧，这样整体的一个显示看起来还可以，是吧？但是呢，每一个关卡还不一样，所以这里呢，我们这个关卡的图片需要在游戏运行过程当中动态的设置啊，需要我们在编辑器里面动态的设置。因此我们这里给它一个图片，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当前的 icon 的图片，默认的是 no。把这个图片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图片拖过来，刚才是01嘛，如果我们拖一个02呢，别管它，先这样设置这个 value 给我们上面选择的这个它的纹理属性赋值。如果获取就是返回上面它的纹理尺寸，用这种方式回来。如果我给它赋值2，重新加载，我们看一下，这里是1，改成2，改成3啊，都可以正常的设置。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给它指定当前是哪一个关卡，所以呢 ，Level Scenes 是一个场景文件，默认的也是空。设置这个场景文件，设置的时候怎么设置 ？Set value 那么设置它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啊，直接给 Sub Viewport 直接把它拖过来吧，做成一个变量，把它拖过来，在它原来的基础上 Sub Viewport Remove Child。remove 哪一个 child 呢？就是它当前自身的第0个 child。remove 掉之后，再给它添加一个子节点，这个子节点就是我当前赋值的这个场景的实例化。但前提条件是，如果 if no level scenes， 如果这个场景文件是空的，我们让它 return， 不进行后续的操作。level scenes 啊，这个 value 啊值。这是设置它，然后 get 呢直接获取它的第0个元素，可以吧？这样啊需要 return， 这样呢我们到场景里面来看，当前这个地方是空的，如果我把这个关卡1拖过来，没有办法设置它的原因是无法在这个空的对象上设置获取对象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是编译报错的原因是无法返回一个场景。它本身是一个场景文件，是吧？那这里呢，我们还真没有办法弄。那这个 get 我们就不设置它了啊，不画蛇添足了，直接在设置的时候，这个最后让这个 level scenes 等于这个 value，不是让最后等于它，而是在这个位置就等于这个 value， 这样才可以。在场景里面，我们看一下，拖过来场景1保存没有任何变化，拖过来场景2保存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我重新加载场景2，但是这个场景依然是场景1，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变化的原因，这个地方也说了，我当前似乎在，你看啊，我们重新加载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它当时报错的原因是，我们2个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刚才说的纹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get child， 其实它所找的是一个当前它为空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判断，如果 sub if node 如果它为空找不到这个节点，那么也要 return。 再来试一下不是运行啊，搞错了，在这个位置第几个场景呢？第3个场景，但是加载它会不会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报错。那看来我们需要改变一种实现方式，那就是在 ready 方法里边对它进行赋值，那么把这个赋值的操作挪到这个位置来实现，把上面这些就可以删掉了。 if 这个场景不存在，直接 return， 如果它为空，那直接 return， 运行它，重新加载，这个地方为空，场景2重新加载，那么它就变成了场景2。
这个显然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可以回到关卡选择界面，那么来设置我们刚才要选择的这个1、2、3、4，分别设置成对应的1、2、3、4，对吧？1、2、3和4。第4个关卡，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 BOSS 关的图标，这样这个图标对应的4个关卡场景分别是1、2、3和4，保存并且重新加载。OK， 可以看到现在4个关卡都变了。